问我为什么没有坚守者，因为坚守者已经被我撵出去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等会儿来找你玩啊！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。机艇做出来了，这羊毛真没白挖。末日来临，而温度降到了冰点。而一开始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降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湖面还有海面都已经开始结冰，然后是龙卷风，还有陨石等等其他天灾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发现这并不是普通的自然灾害，树木陆续被冻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动物也未能幸免。这是寒潮来临之前的样子，除了时不时会下一些暴雪，其实也没有这么冷。而这是被寒潮侵袭数月之后的样子，除了一些厚厚的积雪以外，我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建筑。而在以前，我甚至还可以出门去收集一些物资，但是现在如墙一般的厚厚的积雪已经让我无法出门。说真的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家周围的样子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记得家的周围还有片河流，现如今我已经分辨不了河流的方向还有位置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欢迎收看组子。这一次的话，我打算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基地，之后的话再建设我们的飞艇啊。好的，大家在这里的话，先给大家提个醒啊，我们的基地非常的巨大，千万不要眨眼睛啊！但凡你一个稍微不注意眨了个眼睛，你可能就会在我们的基地里面迷路了。那么现在有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直接 Let's go 啊！一进来的话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观景台啊，这个地方已经积雪已经把这边全部盖起来了。谁又能想到我们之前的观景台是留着我们观察积雪量的呢？然后再穿过这个隧道，就可以到达我们基地中最核心那个位置，就是我们的温室了啊！可以看到现在温室的话，全部都已经死掉了，而且这边的玻璃有的也已经被卷坏了啊，或者说已经被压坏了。你也绝对想不到我们的温室之前居然是这个样子的，而现在的话非常非常的没有生机啊，除了这个草房不然能看到生机啊，这有的雪都已经漏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，观众朋友们啊，这上面的话有很多的冰锥啊。之前的话，这个玻璃没有破之前的话，这边是完全没有冰锥的，看到没有？大冰锥啊！你看这么大的冰锥，我们给它弄下来的话，就可以当我们的武器用了啊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生存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偏冷了，所以说我们只能先放弃这里了。观景台旁边的话，这边还有个熔炉室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位置现在也已经被堵死了，这个是我们之前烧东西的地方。这个是我们之前养殖的地方啊，但是现在已经非常的空了。然后包括这里是我们，是我男人住的地方啊。这里的话我就少说了，毕竟我现在有点性感了。然后这是咱们的地狱煤啊，这个地方我们之后的话是圈养一些动物的，但是有的动物的话没有挺过寒潮，所以说大部分也被冻死了。刚刚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半山腰，就是我们刚开始对吧，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基地啊。OK， 我们从这个天梯一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大门的出入口。然后山底下的基地这边就有非常多的说法了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仓库啊，本来是想着上面是房子，下面是仓库，到时候拿一些东西比较方便。但是这个卧室的话已经被龙卷风侵蚀过了。可以看到我这个好久都没来了，这上面的话都有一层这个锈了，抛一下啊。看样子这里面也是不太好进了，已经被这个积雪全部堵死了，观众朋友们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的卧室啊，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完全也被那个积雪淹没了，包括我们的壁炉啊，这边也已经生锈了，这边还是结了一层这个冰锥啊。然后往这边一来，这个位置的话就到我们的电梯了，但是这个电梯怎么没开下来啊？往这边一看就是我们机械加工的地方了，这边是我们专门科研的地方啊。做了一个这个鼓风机，烧东西巨快，然后一个超大的合成器啊。顺着这个地暖，往这边一走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巨型的集中供暖的一个位置啊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我们基地的主要的热量来源啊。没有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住在这个山底下的地下基地啊，也会被冻死的。然后往后面一看，这是我们无限岩浆的一个地方，刷无限岩浆的地方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无限岩浆还建少了，应该再给它多建一些的。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做的这个贫民窟啊，本来是想着
生很多小孩，然后让这些孩子住在这个贫民窟，然后开商店什么的。但是没想到我们自己搬进来了，自己住上贫民窟了，因为我们的家已经被毁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再去一个地方，虽然说这个地方我很少去啊，祖国人还有我老公啊，这是给他们立的墓啊。这个樱花树苗也不长，估计上面的话不是很高啊。不知不觉都已经他们都已经离开我们这么久了啊。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贫民窟啊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啊，虽然说不好看吧，但是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啊。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熔炉啊，熔炉室，我们专门烧东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巨大，农舍跟粮仓的位置了啊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瞧，看到没？这都是我们公鸡下的蛋，好吧？然后到这里之后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一些农舍了。这边住了一些牛，还有一个熊啊，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然后农舍往里面再走 ，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粮仓了。当时寒潮来得太快了，然后我们的粮仓的食物只存了这么多。这个食物的话，我现在已经吃了很多了，现在肯定是越吃越少了。所以说这些食物肯定是不够咱们吃的了。不够我们吃的，我们就要坐那个汽艇啊，带着这些小存粮再去其他地方找一找，是否还够我们生活的地方啊。OK， 再往这上面走，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地下基地看一下了啊。地下基地，观众朋友们 ，OK， 再去我们的地下基地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我每次在做这个东西都得挨两拳啊。然后这个位置的话，都是我们做的这个集中供暖，因为没有这个岩浆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随时会丧命啊。然后就到了我们的走廊了，这条隧道啊，这个火车的话被我移到前面去了。我们现在走，这两侧的话都是我铺的这个岩浆啊。OK，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搭建的桥，然后望眼过去啊，对面的话也是有一个桥，这边还是我们种的一些樱花树。然后到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位置才是重头戏啊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人工太阳啊，但是这个太阳的话毕竟是人工的，因为农作物的话还是种不了，很可惜啊，很可惜。这边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小溪了啊，小溪有水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樱花，这边也是这个小水池啊。我们的想法是好的，想要在地下的话搞一个生态体系，但是人工太阳的话还是不行啊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我要介绍的是我们最后给它完成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山顶观察积雪量的这么一个位置啊。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量雪尺的地方了，46、45啊，44。现在的积雪量已经来到了27左右了。怎么样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觉得我们的基地是不是非常的可以啊？有没有这种想法，就是让我搬出去，你们进来住呢？现在的话，继续来到我们的家，给它挖点这个羊毛做气球，做完气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飞艇了。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坚守者？因为坚守者已经被我撵出去了，直接羊毛大丰收。观众朋友们，古城，谁说古城差了？古城可太好了，古城，这次可给我挖爽了啊！我的妈！这个位置哪来的？不行，我等会儿来找你玩啊！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，好吧？有点饿了，等我吃完饭再回家，好吧？跑路了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打算就要做我们的汽艇了。那么汽艇的位置的话，我打算给它放置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，因为这个半山腰这个位置空了。只是有点冷而已，也不用担心积雪的问题啊。毕竟我们要建设的汽艇，它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而我为什么要执着建设这个汽艇啊？毕竟我们的食物的资源真是有限啊。现在吃我们粮仓里面的食物是越吃越少了，我们农作物的话，现在根本就种不了啊。现在我们虽然说可以这么耗下去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。一旦等到粮仓里面的食物被吃完的那一天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去寻找这一线生机啊！这么大的话应该可以了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累死我了。捡了这么多灰色的羊毛也不知道够不够，我们现在的话先把这些灰色的羊毛给它合成气球啊，先用着再说啊。而我们建设这个汽艇的话，必须有一些说法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汽艇的话必须要大，至于有多大，我可以这么说，直接超乎你的想象啊！它的形状还有外观，现在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打印出来了，而且非常的漂亮。至于是什么样子，我先不跟你们说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怕说出来这些太过于惊艳了。
OK， 现在半个轮廓已经被我打印出来，真的是跟我的想法一毛一样啊！我去，天亮了吗，各位？我现在在做这个梯形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了希望。我们现在话建设这个梯形已经成功了，好吧？尽量再给它搞大一点，毕竟我们要带很多的东西，它这个浮力的话一定要给它提上去啊，要不然它到时候都飞不起来啊。而这就是我们后面建设的梯形。说真的，这次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一旦脱离这个基地，可能会有陨石、龙卷风等等其他危险。那么这一次祝我好运吧。